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 4.2 版本水神弗琳娜的攻略测评。因为个人条件有限，花了 2K5， 加上已有的抽数拿下了2命水神呐。虽然说网上说什么0命弗琳娜不行太差的问题，也会在本期视频给出结论，主要给大家测试0到2命的一个强度。希望看完之后有帮助到各位，喜欢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1跟1币事实经验，同时视频对转发权都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或转发给我就行了。同时有经验拿，谢谢。先从弗琳娜定位说起吧。弗琳娜是一位主要依靠战技、脱手、腹 C 治疗以及大招提供增伤的辅助型角色，也是首位拥有荒芒2种机制的角色了啊！不过水神还是不一样。那么弗琳娜该如何配对呢？武器圣物该如何选择？到底值不值收取呢？0命真的不行吗？接下来从基础天赋技能说起吧。普攻造成4段攻击，每一段攻击都独特的一个方式。第3段做在泡泡旋转，并且收尾非常优雅。虽然普攻弗琳娜一般用不到，但是它的普攻有荒芒2种属性的伤害，冷却6秒，大世界非常便捷，可以通过重击自由切换荒芒2种形态。荒形态是一个黑肤短发，而芒形态是一个长发白肤。不愧是弗琳娜，待遇真好，2套新衣服。元素战技则是召唤不同荒芒属性动物成员，荒属性召唤3位沙龙成员，他们会攻击附近的敌人，而且优先攻击场上的攻击目标角色。受益于生命值的3只动物每次攻击都会消耗全队的生命值上限，并且提高本次的攻击伤害，消耗到半血就停止了。提高的伤害属于独立成区的，提升很大，和纳维莱特天赋是一样的。3只动物攻击的伤害倍率都会有所不同，经过观察，造成伤害比例越低动物攻击频率越高，所以不能说只看倍率来决定哪只动物伤害就最高了。当生命值低于1半不再耗血，这时候无法提高动物的伤害以及大招的气氛值。通过重击可以切换芒形态，会给场上角色提供治疗。考虑到无法群体，在实战深渊当中一般很少使用的，最好搭配一个奶妈，这一点后面配对一起说。战技持续30秒，冷却20秒，所以不用担心战技会掉的问题。同时战技可以在大世界随便行走，因为持续时间大于冷却时间，就是一个永久的行走。不过从高处摔落还是和星海一样会死。元素爆发，万众狂欢，使全队进入普世欢腾状态，大招持续18秒。队伍角色当中生命值提升或降低，根据掉血或者回血的比例获取气氛值。每1%的生命值可以获取1点气氛值，0命上限300点，也就是说全队需要消耗或者回复达到300比例生命值才能吃满这个效果。气氛值可以转化成增伤或者治疗加成，需要注意是可以全队增加的呀。10级的增伤为 0.25 的转化，吃满增伤0命就是300乘以 0.25 等于75增伤，以及300乘以 0.1 就是治疗提升30%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该如何吃满这个效果呢？就比如全队是满血，弗琳娜释放荒属性战技3只动物，比如每个人掉40%生命值比例，加起来就160了，那么距离300还远远不到呢。这时候可以通过一个治疗角色，每个人从160生命值瞬间回满，那就是160了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各位应该知道懂得如何大招增伤了吧？队友中需要携带一个可以顺奶或者群体治疗的一个角色，发挥出弗琳娜大招的功能了。弗琳娜这角色将以往战斗意义不大的生命值属性利用起来，转化在进攻上，也让溢出的治疗有了用武之地，这一点非常的不错。天赋1的效果，除了弗琳娜自己，其他角色治疗溢出可以让弗琳娜给队伍治疗各自4%，这一点更加证明弗琳娜需要一个群奶来治疗，而且奶量要高，才能更加容易触发天赋1的效果。天赋2则是根据弗琳娜的生命值提升战技伤害以及治疗的间隔，4万血的生命值就可以吃满这个效果。0命的情况下需要携带生命砂才能轻松吃满4万血吧，一般你如果带充能砂4万血达不到，不过也没关系，这个不是主要的来源伤害。天赋3则是一种能力冷却减少30%，提升大世界水中的一个体验吧。技能总结下来，弗琳娜是一位泛用性功能很强的角色，有腹 C 回血增伤，大世界体验良好的一名角色，功能众多使她面对很多体系都能加入，以及保持度很高的一名角色。要看一个角色强度，我们不能从单一片面的增伤或者腹 C 去看待，要从泛用性、功能性、性价比去考虑。所以我个人觉得水神的强度是完全 OK 的，即使是0命的情况下。接下来看看配对如何选择吧。作为枫丹的神，那自然要去优先配合枫丹角色。目前版本最强输角色纳维莱特就可以加入弗琳娜的配对里面。纳维的回血耗血机制可以大幅获取非常多的气氛值，从而提升纳维的伤害。
考虑到弗林娜大招能给全队增伤，能够轻松吃满，目前版本群体顺奶5星的秦、白竹、77、4星的瑶瑶、夏洛蒂等角色均可以。这里优先考虑秦啊，没想到时隔这么久，秦终于是好用起来了，瞬间回血以及高贵减抗增伤，非常适合搭配纳维和水神。最后一个位置根据你的纳维命做决定，如果你的纳维跟我一样是0命的，最佳考虑还是钟离。不过就算1命的钟离也是可以上的，1命则是更好叠满纳维天赋以及解放钟离的选择。其他队伍比如白竹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了。不过我个人体验下来，0命纳维莱特最佳配对就是纳夫中秦，没有秦可以换成白竹、77、夏洛蒂、瑶瑶、群奶等角色均可以。至于莱欧斯利嘛，个人总体测下来没有比较好体系了。各位如果有什么好的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补充啊。林尼则是纯火配对，否则天赋100增伤则是吃不到了，有点血亏啊，所以不是很推荐。至于老体系队伍方面，个人体验下来是女仆的双核体系最舒服。女仆五郎阿贝多加水神，主要因为女仆战绩有全体治疗效果，在面对流血狗也能轻轻松松回满，而且我女仆天赋有8级战绩的，在于水神的加持下，女仆在目前版本最佳生物是猎人号，可以完美发挥出猎人号的效果，不管是普光还是重击都能吃到，而且因为增伤比较多，经过测试女仆带防御杯会更好，带防御杯还能让女仆治疗大幅提升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存在了，比纳维还适配的存在。而伊斗不能治疗，队伍也没有治疗塞位置了，则是完全的不行。水神是可以给全队增伤的，阿贝多也能吃到增伤，也就是说在水神加持下，就算女仆对单也有一战之力了。女仆真爱玩家必抽的角色啊！没想到时隔这么久，女仆也能喝到汤。注意啊，我视频展示的女仆天赋只有8级的普攻和11级大招，如果拉满的话，应该能快个10秒，没问题吧？带的还是平民的决斗士套，重击根本吃不到，不能转圈圈了。如果是用的一个猎人套撞圈圈加暴击，我去太爽了，一定要刷出来。如果是真爱玩家的话，要刷啊！以及纯水体系也不错，灵人、夜郎、秦、水神。灵人可以换成星海，这时候秦可以换成万叶了。星海战场主 C 有面滑玩家一定要玩玩看啊，非常强。平民惊破星海打下棒，流血狗打得很舒服。就算没有流血狗，群体大的治疗也可以轻松吃满增伤了。星海可以换成雷神，不过比较推荐2命吧，0命输入较低，不太舒服。秦和万叶根据情况来选择即可，比如有奶的话就带万叶，没奶带秦。纯水队伍优点在于群队充能要求非常低，可以完美不带充能沙漏也能轻松的回满，这样可以让星海、夜郎加水神对生命值更好打出更好的伤害。而加入灵花配对是因为挂水范围不够，以及队伍缺少群体治疗角色，还不如带讨龙芭芭拉好用呢。而萧则是队伍需要绑定钟离，如果是萧法中夫，则是提升了一个生存压力了，没有提供大量治疗，缺少一个套盾，而且群体治疗角色啊！别跟我说满命钟离啊，抽不起，再见。而加入逆战犯相比夜郎，舍弃了一定伤害，获取了一点增伤。水神是增伤的，种子是不能吃到增伤的，只能作为平替或者下位。毕竟逆战犯队伍只需要水草、水色就可以了嘛。而草行九队伍同理，种子是不能吃到增伤。而行秋和草神虽然能吃到，但是因为阿忍当奶并不能吃到多少增伤了，只能作为平替或者下位。只能说在你行秋或者夜郎比较满的时候，可以适当加入一下。注意你们说胡桃怎么样啊？测试过了，在胡桃队伍不管是队单队群，莫娜在胡桃配对里领先水神10到20秒左右，差距还是不小的。而且莫娜带金破可以打流血狗，非常舒服。而且水神进入胡桃队会进入一个两难境界，带群奶胡桃不好压血，不带马没有回血很难吃到增伤了。所以在胡桃队伍只能作为莫娜下位替代。如果把钟离换金破莫娜可以，但是容错率很低，很容易暴毙。视频中没有说到的角色，个人测试过了，适配性都不太好。水神的战绩的大招没有侧重点，只要可以发挥出水神的 EQ 功能的配对都是好队友。水神夜郎之间区别在哪里呢？夜郎属于单核增伤，而水神属于多核的。就比如女仆加阿贝多属于双核体系，那么搭配水神比较良好。接下来测试下0到2命的弗琳娜表现，我们以最适配的纳维莱特和女仆来测试。为了让视频更有参考性，我们把纳维吃个暴击药，20暴击满爆以上了啊！你们看一下，纳维配对这里就以纳夫中情能吃满这个气分子来测试，因为要测试伤害嘛，全队半血后回血可以更加轻松吃满气分子增伤。在0命水神情况下，纳维他就打出4.1万多的一个伤害左右，还算可以了啊，已经0+1纳维的啊。
然后是一命水神使用同样的手法，伤害来到了 4.76 万，相比灵命多了6000多伤害呀。以我这个配对来说，提升 15% 左右吧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纳维要带生命杯哦。我试过了，带水张杯差距还挺大的，除非你的水张杯的特别好。2命的水神由于更多提升增伤速度，对于纳维来说变化不大，毕竟队伍有琴可以非常轻松吃满这增伤，更多是提升水神的伤害了。我0命水神情况下，战绩吃满气氛值最大伤害2万左右，水神2命吃满效果来到了 4.5 万左右，提升非常可观，而且这还是6级战绩呀。接下来看看女仆的0命水神搭配女仆伤害最高是 4.3 万左右，1命水神让女仆来到了 4.6 万，提升大约 8% 左右，而2命水神对于女仆来说同样更多是提高增伤速度，毕竟女仆群奶嘛，非常简单就能吃满增伤了已经。当然也是我女仆带视觉斗士的，如果后面我换成猎人套，应该会有更大的提升了。从平民角度来说，0命水神搭配女仆是完全足够了。接下来说说命座方面的，1命提升增伤上限，0命最高75，1命是100了。1命初始按照10级天赋来算，能增加 37.5% 的增伤，不仅提高伤害上限，以及更快吃满，队伍提升 8% 到 15% 左右。2命大幅度提升增伤速度以及水神的生命值上限，提高最多 140%，需要800点气氛值才能吃满这个效果。2命属于大质变了，大概提升全队 25% 以上。而且2命吃满可以给水神提供140的生命值比例嘛，90级水神可以多有 2.15 万的生命值啊，还是很恐怖的。3命来到124增伤，相比0命75， 1命100增伤，3命提升只有全队 10%， 不过也还不错。4命可以大幅度减缓充能压力，大招持续18秒，可以回复3到4次一个能量，大概60点能量变成50点咯，不过总体性价比不算很高。5命战绩提升3级，提高附身能力。6命弗琳娜的字很多啊，简单翻译就是说战绩开启后10秒内造成6段伤害，类似夜郎破局师，应该能懂吧？普攻变成水附魔了，满命就是普攻要升级了。然后随着1命战绩无法以便治疗以便烧血的问题，提升非常大，也是克劳的选择了。不过总体下来推荐2命6命自变吧，虽然1命还没有到自变的地步，但是对于抽取纳维莱特玩家提升还是比较大的。因为纳维配对几乎不可能吃不满的情况，所以非常的搭配。女仆也是啊。武器选择上，首选装武，其次掠剑、板装。4星首选狼牙，虽然不能吃满，但是高精炼狼牙还是提升比较大的。在缺充的情况下，有些西风水管辅职。这把开服活动武器终于是迎来它的春天了，终于有用武之地了。生物方面上，首选黄金剧团套为主。满命情况下，因为普攻有伤害嘛，2水2生命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充能杀或者生命杀，杯子生命杯。经过测试啊，就算2命情况下，水伤杯词条好一点，还是生命杯比较好。头暴击爆伤，暴击推荐大于70比较良好啊。充能方面，单核情况下需要200以上，如果是双水160差不多足够了。当然也要根据不同情况来决定充能要求，仅供参考啊。视频最后来说下抽取方面的，要不要抽这个水神弗琳娜？主王纳维莱特以及女仆玩家是必抽，推荐抽0、1、2命看钱包。对于其他阵容来说，可以考虑抽取，比如搭配绝大数配对啊，作为平替以及下位替代。视频前面也说过了，如果想要搭配老体系队伍，推荐2命，这样就不一定要绑定群奶了嘛，依靠自己叠层以及回复生命值也是非常不错的，很容易吃满增伤，而且作为一个可以脱手范围治疗，可以渡海。而水下减 CD 这么一位万金油的辅助副 C 角色，老玩家抽取有更多的选择，而对于萌新玩家来说，不管是前期生存压力以及输出增伤都有大提升，对于萌新玩家是非常值得抽取的一名角色了。以我个人抽取2命的水神来说，体验下来总体还是非常保值的。优先抽取2命再去考虑装武，装武不着急，因为0+1的情况下不上不下的，没有输出，而且充能也压力很大，不是很推荐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，可以发个1让我看看吗？好了，以上是本期弗琳娜的攻略视频啊，视频制作不易，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转发给有需要的人，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我是杨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